现在我在恩施州通往利川市的途中，现在是在朝东岩隧道前面驻车，简单的修整一下。前面是一个特别高耸的岩壁啊，一直横亘在我的面前。然后在前面就可以看到我这几天一直在走的路，全部都是这种特别高耸的山脉。然后我走的这边可能还有一段，我基本走的路都是这种的之字形的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，在这个位置全都是上来过来，然后下坡也是，然后有的时候是纯90度或180度的大转弯，然后一直在这种山上来来回回。在520这一天，我的计划是开着车从湖北省最西部的恩施州出发，结束我的湖北跨境之行后，抵达重庆市万州区境内。在离开湖北的最后一天，老天爷也给足了面子，让我能够在阳光明媚的天气下开着大金杯翻山越岭。从5月11号出了安徽进入湖北以来，今天是20号，我大约在湖北待了9天，前面就到了重庆万州界。那么我马上就要离开湖北喽。湖北的景色在最后离开的时候真的很不错，青山秀水，还有天上逐渐变暗的这个晚霞。拜拜湖北，拜拜，走喽。按照原定计划，估计太阳下山后没多久，我便可以找个镇子停下大金杯，美美的去吃个晚饭，然后准备驻车休息。但在这个520，我却遇到了我路上的第一位伙伴，尽管我只陪了他不到3天。下面我要讲的便是黑珍珠的故事。在进入重庆万州境内后，318国道便在层峦叠起的群山间，曲曲折折地沿着山谷通向远方。我开到了一个叫做长滩镇的小镇上，镇子依路而行，与318一起藏在了山峦之间的低谷处。晚上10点多，我在去公厕的路上，突然发现马路中间的地上有一小团会动的煤球。我凑近看了看，是一只蜷缩成一团的黑色幼猫。即使我从来没有怎么养过猫，对于喂养猫咪来说，我也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，但我似乎也能感受到这个小煤球的情况不容乐观。我隐约从书上读过，幼猫如果沾染了人类的味道，大猫则很有可能会不再抚养它。所以我在离它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拍了一个视频，拍完以后走到它上面的路中间，防止过往的其他车辆会不经意地碾压到它，便观察是否有大猫会回来接走它。做完这些以后，我把刚才的视频发到了朋友圈，请教幼猫相关的问题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现在开车到了重庆，然后住在一个小镇。我刚才找洗手间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只很小的小猫，大约就巴掌大，跟我巴掌差不多大，然后感觉眼睛没有睁开，然后但是旁边也没有大的野猫，因为我在这儿待了一会儿了。我现在的问题是，我有没有能力把它带回去，就是救助它？然后这个小猫的话，它大约有多大？另外，我需要给它喂养什么样的东西，能够帮助它成长，或者说是活下去？它的眼睛是这样的，可能是生病了，但我不确定。很快，好几位朋友根据我发的视频做出了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判断，并且给我这个小白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建议。这只小猫应该是没有满月还在吃奶的幼猫，可能是因为患了什么病，所以眼睛流脓结块，没有活力，只能在地上蜷缩成一团，很大概率是被大猫给遗弃了。我刚才有几个朋友联系我，然后抱着小猫放到了我车上，到了个盒子，然后一会儿给它找几件旧衣服保一下暖。然后朋友们说给它找羊奶，但是小镇上买不到羊奶，我只能给它买了一包牛奶，然后再用一些碘伏或酒精给它擦拭一下眼睛。我试着救助一下它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自身的这个疾病严不严重。
我车上比较简陋啊，因为现在我找了我就是自己那个烘鞋器，然后给它放在这个盒子底下，因为我怕放在里面太热会烫到它。上面给它找了一条自己的毛巾，给它先盖上了，这样的话可能温度不会特别冷。然后我刚才试着给它擦眼睛，但是好像那个脓结痂了那种感觉，就是擦不动，也无法给它擦开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呢？是让它先保持这个状态吗？然后这个奶的话，感觉它好像没太有力气自己喝，我也没有吸管，我可不可以比如说像这个纸一样，我找一个纸，然后把牛奶倒在纸上面，然后给它滴到嘴里面去，可以吗？它现在好像睡着了，然后小肚子这里一股一股的在呼吸，没太有声音，但是有呼吸代表最起码还活着。我下面给它放了我自己烘鞋用的这个可以加热的一个烘鞋器，然后因为我怕它太冷，但是我也不确定它喜欢多少的温度，只能是先给它加热，然后找了个毛巾保暖。因为现在气温的话，我车里大约是23度左右，23、24度，所以说可能对它来说有点凉吧。明天早上我就导航到附近的宠物医院，看看能不能给它检查一下。它的眼睛我也都擦了，但是呢，它眼睛里面有脓，所以它还是睁不开眼睛。其他的我也不太懂，明天上医院让医生给看一下好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开着大金杯，带着小家伙，冒着大雨继续在318国道上面翻山而行。本就曲折的山路叠加暴雨以后，对我的驾驶确实提出了不小的考验。还好万州城区并不算特别远，约1个半小时后，我便抵达了所导航的宠物医院。刚才在宠物医院里出来了，医生看了下他的情况，说他年纪比较小，也就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。然后他现在一个是眼睛里面化脓，第二个是略微有拉稀，这2个症状对于这个年纪的小猫来说都是致命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是运气好的话，可能后面慢慢的喂东西它自己会活过来。如果说运气不好的话，可能这个猫咪自己哪天就走掉了。所以我现在只能是尽量的给它喂一些羊奶粉，然后还给它买了一个眼睛的滴眼液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助它减轻眼部的化脓。具体它自己是活是死，那就看它自己的造化了，希望它自己能挺过去吧。医生的话，在我看来算是一种比较委婉的病危通知。在医院出来以后，我的好朋友小赵帮我引荐了一位他的兽医朋友，我们3个建了一个小群，我不停地在群里提出我的小白问题。小赵还给小家伙起了一个名字叫黑珍珠。他说他小小的身体趴在手上的时候，就像一颗黑色的珍珠。耳朵里面有这种小黑点儿，然后其他的，因为它身上比较脏，有的毛是粘在一块儿的，然后你看它这儿都是有脓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不确定是什么状态。我又在小郭医生的建议下，在另外一个路过的镇子里面购买了纯羊奶、可以喂食用的针管和消炎用的眼药水，然后回到车上面用我的土方法来喂养小猫。因为我处于不停在移动的状态，而且大多情况下经过的村镇而并非城市，加上我丝毫没有喂养幼猫的经验，所以宠物用品的采购对我来说有一些困难。我只能是车上有什么就先用什么，实在没有的就在路上遇到的商店里面采购，如果采购不到，那就选择其他的平替。同时我也按照小郭老师和其他几位朋友们对我的一些建议，在网上下单了幼猫专用的羊奶粉、幼猫奶瓶和宠物止泻用的益生菌，它们明天就可以送达我现在正在前往的目的地
重庆市梁平区。Hello， 喂，喵喵。我现在在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反正是在一个还在重庆的山里面。然后现在停下来了，小猫感觉比刚才有精神一些了，它可以爬起来，你看到处活动了。虽然说它的眼睛仍然还睁不开，但是它可以在它的小盒子里面动来动去了。然后我今晚可能要给它找一个新的毛巾换一下。经过这2天的给眼睛去擦掉它原来的脓肿的那种液体，然后给它涂抹眼药水，现在它好像眼睛能睁开了，但是有可能睁的还不是特别的完整，所以说显起来有的时候有一些古怪或吓人。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慢慢的随着给它消毒，它自己的眼睛会越睁越大的。现在呼吸明显感觉比刚才要减慢了，有可能是太热了吧？因为我现在重庆下雨嘛，我担心它比较凉，给它一直放那个烘鞋器，烘鞋器可能温度得有个30-40度吧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合适的温度是多少，还是说现在这样我放个毛巾就够了呢？它刚才自己爬上来了，然后轻微的叫了2声，嘴巴刚才在一张一合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饿了吗？不应该啊，我刚才喂过东西了呀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它现在好像又下去了，嘴巴这么一张一合的。我感觉它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，因为它感觉非常的虚弱，而且它的呼吸非常的缓慢而且轻。你看看它肚子上有一个微微运动的痕迹，然后它基本是站不起来的，只能这么趴着。它的四肢好像感觉没有力气。我刚才给它喂了一点这个奶粉，但是感觉它也没有力气去吮吸，就是它不喝。我把奶递到它的嘴边，它也不舔进去。现在还是安静的趴在这里，感觉呼吸很浅，从他肚子的运动来看，然后一动也不动，就没有力气。比如说我想让他站一下，现在好一点了。刚才的时候是一点力气没有，我把它站起来，它会立马放到箱子里，以后就趴下了。然后它不吃不喝奶，这个我还没有办法。这可能是我给他录的最后一个视频，也是为他提的最后一个问题了。他现在的状态非常的虚弱，没有任何力气感觉，然后他的这个呼吸，就是我把它拿起来以后，他就会张开嘴去呼吸，就感觉呼吸不顺，然后吸着吸着会突然猛吸一口气，然后四肢抽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办法救回来了？那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减少他这种痛苦的时间，能够让他更早的离开这个世界呢？小郭医生看完视频后和我说，黑珍珠的希望不大了，但我还不太死心，因为他前2天感觉身体有在慢慢的变好，怎么一晚上身体就恶化成这样了？我又在导航上面找到了离我最近县城里的宠物店，我加了老板的微信，把黑珍珠的视频发给他，希望可以再试一试。可是
尼尔他现在这样，然后他感觉很虚弱，没有任何力气，然后他的呼吸很弱，他也会偶尔就用嘴这么来呼吸。我现在要给他找一个可以住很久的家。我来到了大约是比较偏的一个地方，然后附近的村庄包括居民也都在比较远的一个位置，所以把它埋在这儿的话，附近我看了也没有农田，还有这个水源水库，基本都是荒草，所以说把它埋在这儿应该不会影响到别人，我觉得饲料还就可以，然后打算挖个坑。好啦，下面这个新鲜的土堆里面埋着的就是小黑了。我给它找了束花，立了一个很小的无字竹碑，它的前面就是一片花丛，所以希望它喜欢我给它找的这个位置吧。拜拜了。